朋友你好，我是你的老朋友。今晚我想和你聊一个稍微有点沉重，但又无比真实的话题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？明明心里委屈得要命，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了，嘴上却还要强颜欢笑地说没关系，我不介意。明明对那个人的行为已经忍无可忍，无数次想要拍案而起，但话到了嘴边又硬生生地咽了回去，变成了一句好吧，听你的。明明周末只想一个人在家躺着回血，但面对朋友并不熟络的邀约，还是不敢拒绝，硬着头皮去应酬，最后身心俱疲。如果有，那么今晚这期内容就是专门为你准备的。我想请你找一个舒服的姿势坐下来，也许是沙发的一角，也许是床头，倒一杯温水，或者点一支香薰，关掉那些嘈杂的短视频，让我们把那些白天不敢说的委屈都拿出来晒一晒。我们总是被教育要懂事，要包容，要忍耐。从小到大，我们听到的声音都是吃亏是福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我们以为只要我多忍一点，多退一步，关系就能长久，矛盾就能化解。但今晚我想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任何一段健康的关系是靠委曲求全换来的。相反，人际关系中有一个最扎心的定律，长期压抑真实自我的人，一旦开始表达自己，往往就是关系的终结。为什么那个平时脾气最好的人，一旦爆发起来最可怕？为什么越忍耐，越容易走向撕破脸？今晚我们慢慢聊。01老好人的诅咒，你以为的包容，其实是慢性自杀。我想先给你讲个故事。我有个朋友叫阿文，他是朋友圈里公认的老好人，也是典型的讨好型人格。在公司，同事把不想做的报表推给他，他心里10000个不愿意，嘴上却说没关系，我来弄。谈恋爱时，女朋友约会迟到2个小时，连句道歉都没有，他心里憋着火，见面时却笑着说没关系，我也刚到。聚餐时，大家都点自己爱吃的辣菜，没人问他这个胃不好的人能不能吃辣，他也跟着吃，笑着说没关系，我也爱吃。大家都觉得阿文脾气真好，情绪稳定，永远不会生气。甚至有人说，找对象就要找阿文这样的，包容性强。直到有一天，那天只是件极小的事。周末他在家加班赶那个本来不属于他的报表，女朋友洗完手，顺手把湿漉漉的水甩到了他的袖子上，弄湿了他刚写好的几行字。就这么一件小事，阿文突然炸了，他把手里的杯子狠狠摔在地上，碎片飞溅。他面红耳赤，歇斯底里地吼道，你为什么永远这么自私？你从来不考虑我的感受，我受够了，我受够你们所有人了。女朋友吓傻了，她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几滴水能引发这么大的怒火。她觉得阿文疯了，变得不可理喻，甚至觉得他以前的温柔都是装的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。两人大吵一架，最后分手。同事们也因为这次爆发觉得他情绪不稳定，纷纷疏远他。你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星号情感压抑星号 emotional suppression 的代价。心理学上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，我们的情绪就像一个高压锅，每一次你感到委屈却选择吞声，每一次你感到愤怒却选择微笑，就像是往这个锅里加了一把火，却死死地堵住了排气阀。短期来看，外面风平浪静，没有噪音，没有冲突，一切都很和谐，但锅里的压力正在疯狂积聚，直到某一天，也许只是一根稻草，也许只是一滴水，这个高压锅就砰的一声炸了。当那一刻来临时，周围的人是懵的，因为在他们的视角里，你一直是那个可以接受任何对待的人。你给他们释放了一种错误的信号，我不介意，我没底线，你可以随便对我。
当对方已经习惯了你的忍耐，把你的付出当成了理所当然，你的突然爆发对他们来说不是沟通，而是一种背叛。他们会觉得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，你怎么突然变了？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问题不在于你最后爆发的那一刻说了什么，而在于你沉默了太久。你用无数次的没关系，亲手喂大了一头叫做理所当然的怪兽，最后这头怪兽反噬了你。02，为什么我们不敢说真话？我们来深挖一下，为什么我们宁愿忍出内伤，也不敢说一句我不高兴？归根结底，是因为恐惧。我们害怕冲突，更害怕被抛弃。回想一下你的童年，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如果你因为想要一个玩具而哭闹，父母是怎么反应的？是不是皱着眉头说不许哭，再哭就不喜欢你了？是不是在你有情绪的时候，他们会冷暴力，或者把你关在门外？这些瞬间内化在我们的潜意识里，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等式：表达负面情绪等于不懂事，等于破坏关系，等于会被抛弃。于是我们学会了戴上面具，我们学会了察言观色，学会了在别人皱眉之前就赶紧道歉，学会了把自己的需求压缩到最小。我们用没关系来粉饰太平，用沉默来回避冲突。我们以为这是一种成熟，一种修养，一种高情商，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对他人的不信任，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。你不信任对方能够接纳真实的你，你不信任这段关系能够经得起冲突的考验，你只敢展示那个完美的、顺从的、没有脾气的自己。可是朋友，那个完美的假人真的能换来真心的爱吗？对方爱的是那个戴着面具的你，还是真实的你？如果一个人爱你，是因为你从不给他添麻烦，因为你永远顺从，那他爱的根本不是你，而是你提供的便利。更可怕的是，长期的忍耐会滋生怨气，这种怨气会像毒素一样渗透到关系的每一个角落。你会开始在心里记账，我都忍你这么久了，你为什么还不懂？我都为你牺牲了这么多，你为什么不回报我？你的眼神会变得冷漠，你的语气会变得阴阳怪气，你会开始在无意识中通过被动攻击来报复对方，比如故意拖延，故意忘记对方的嘱托，或者在小事上挑刺。这种冷暴力的杀伤力比直接吵架要大10000倍，它像一把钝刀子，一点点割断两个人之间的情感连接。03，所有的突然离开其实都是蓄谋已久。你听过那句话吗？大张旗鼓的离开其实都是试探，真正的离开是没有告别的，悄无声息的。那些长期压抑的人，他们的离开往往就是这种悄无声息，因为在爆发之前，他们已经在心里预演了无数次分手的场景，每一次吞下的委屈都在让心变冷一点点，每一次欲言又止的沉默都在心里砌上一块砖。等到最后爆发的那一刻，其实心早就死了，墙已经砌到了顶，阳光再也照不进来了。那时候的表达往往不再是为了解决问题，而是为了宣泄，甚至是为了毁灭。你会把过去陈芝麻烂谷子的旧账全部翻出来。你3年前生日没送我礼物，你5年前那次旅游只顾自己玩，你妈当时说那句话，你居然不帮我回怼。这种排山倒海般的指责会让对方感到窒息和绝望，对方会觉得原来你心里藏了这么多恨，原来我们过去几年的快乐都是假的，于是关系彻底破裂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越忍耐越容易撕破脸。04，真诚表达不等于撕破脸，非暴力沟通的力量。很多朋友会问，我也想说真话，但我一开口就忍不住想吵架，怎么办？我一表达不满，对方就觉得我在找茬，最后不欢而散，还不如不说。这里有一个巨大的误区，我们往往把表达真实感受等同于指责对方。比如，你想表达你需要陪伴，压抑久了的人会说，你整天就知道玩游戏。
心里根本没有这个家，你就是个自私鬼，你跟你爸一个德行。这是指责，是宣战，是人身攻击。对方听到这句，本能的反应就是防御、反击或者逃避，他根本听不到你背后的需求，只听到了你的攻击。而真正健康的表达是星号非暴力沟通星号，这是一种充满力量的温柔。正如非暴力沟通书里所说，我们可以试着把表达拆解为4个步骤：观察加感受加需要加请求。让我们来做个练习，还是上面的例子，如果我们换一种说法：一、观察，陈述事实，不带评判。这周你每天回家都在打游戏，我们只有吃饭的时候说了几句话。注意，不要说你总是打游戏，那是评判。说这周每天是事实。2、感受，表达情绪，不归咎他人。我觉得很孤独，也很失落，甚至有点不安。注意，不要说我觉得你不在乎我，那是对他人的猜测。说我感到孤独，是你的真实感受。3、需要，挖掘核心需求。因为我很看重我们之间的交流，我需要感受到被你在意，需要情感的连接。4、请求，提出具体可执行的动作。我们能不能约定每天晚饭后放下手机聊半小时天，或者周末我们一起去看场电影？你看，这里没有一句指责，没有你总是，你从来不，你就是，只有客观的事实，真实的感受以及具体的请求。真诚的表达是邀请对方进入你的世界，看到你的脆弱和需求，而不是站在道德制高点去审判对方。这很难，我知道，特别是对于习惯了忍耐的我们来说，承认我需要你，我感到受伤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我们习惯了穿上厚厚的铠甲，假装刀枪不入，但这恰恰是建立深度关系的关键。当你敢于暴露脆弱时，你其实是在给对方一个机会，一个拥抱真实你的机会。你会惊讶地发现，当你温柔坚定地说出自己的需求时，对方往往比你想象的更愿意倾听。我们再举个职场的例子，这可能也是很多老好人最头疼的场景。同事又把不属于你的工作推给你，哎呀，我今晚有事，这个 PPT 你帮我做一下吧，反正你擅长。以前你可能会心里骂娘，嘴上却说好吧，放那吧。现在试着用非暴力沟通来回应。1、观察，这已经是本周第3次你在下班前要把你的 PPT 工作转给我了。2、感受，我感到很为难，也有些焦虑，因为我也有自己的工作计划。3、需要，我需要尊重我的工作边界和休息时间，同时也希望我们各自承担自己的责任。4、请求，所以这次我不能帮你。如果你需要，我可以给你分享一个我之前的模板，但具体内容需要你自己完成。你看可以吗？你看，既没有撕破脸，也没有委屈自己，你清晰地画出了底线，同时又给出了建设性的方案，分享模板。这就是星号温柔坚定星号的力量。5、边界，是保护关系的防波堤。除了学会表达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课，叫做星号建立边界星号。很多老好人是没有边界的，他们的心理疆域像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公园，谁都可以进来踩两脚，扔点垃圾。心理学家荣格说过一句话，极其精辟：边界并非是墙，而是一扇门。什么意思？墙是死的，它是要把别人彻底挡在外面，那是封闭，是冷漠，是拒绝交流。但门是活的，门意味着我有权决定谁可以进来，什么时候进来，以及进来时要遵守什么规矩。如果有人带着泥巴想进我的房间，我有权对他说，请你把鞋擦干净再进来。如果有人想在深夜闯入，我有权把门锁上。这就是边界。在人际关系中，我们要学会在恰当的时候说不。对不起，这个忙我帮不了，
因为我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处理。我不喜欢你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，请你尊重我。我现在很累，不想聊天，需要一个人静一静。这是我的底线，请你不要触碰。当你第一次树立边界时，对方可能会不适应，甚至会生气。你怎么变了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你怎么这么小气？别怕，这是必经的过程。一个没有边界的人是没有骨骼的，别人摸到的只是一团棉花，他们永远不会尊重一团棉花。只有当你有了清晰的边界，别人才会知道你的轮廓在哪里，才会知道该如何正确地对待你。边界不是为了推开别人，而是为了让别人更安全、更尊重地靠近你。他告诉别人，如果你想和我在一起，你需要用这种方式来对待我。特别是面对那些总是向你倾倒负能量的情绪吸血鬼。朋友找你抱怨工作，一次两次你可以倾听，但如果每一次见面他都在重复同样的抱怨，却从来不寻求改变，你完全可以打断他。亲爱的，我注意到你最近半年一直在抱怨这件事。作为朋友，我很心疼你，但我现在状态也不太好，可能没办法继续承接这么多负面情绪了。我们要不聊点开心的，或者一起去运动一下？这就是在保护你的星号心理能量星号。你的能量是有限的，不能被无限透支。06冲突是关系的试金石。最后，我想和你聊聊冲突。我们总是视冲突为洪水猛兽，避之唯恐不及。但实际上，冲突是关系中最好的试金石。一段经不起任何冲突的关系，本身就是虚假的、脆弱的。真正的和谐，不是一潭死水般的平静，而是像大海一样，有波涛，有风浪，但海底依然深沉。通过冲突，我们暴露了差异，暴露了需求，也暴露了真实的自我。如果两个人能穿越冲突，达成更深的理解，那么这段关系就会像经过淬火的钢铁一样，变得更加坚韧。就像做手术一样，冲突是切开伤口，清理脓疮，虽然痛，但是为了愈合。而忍耐是用创可贴盖住脓疮，只会烂得更深。当然，也有另一种可能，就是当你开始表达真实感受，当你开始设立边界，当你不再忍耐时，有些人离开了，他们可能会指责你变了，自私，难相处。这时候，请你千万不要自我怀疑，不要觉得是自己做错了，这不仅不是坏事，反而是大好事。这说明星号筛选机制星号生效了。最残酷但也最治愈的真相是，那些因为你表达真实感受就离开的人，本来就不属于你的世界。他们喜欢的不是你，而是那个方便的、听话的、好用的工具人。他们习惯了你的供养，一旦你停止供养，他们就会离开。现在工具人有了思想，不顺手了，他们自然要走，让他们走。这就像是一场大扫除，风暴过后，留下的才是真正能容纳你灵魂的人。留下的是那些愿意尊重你的边界，愿意倾听你的需求，愿意和你一起解决问题的人。那才是真正的朋友，真正的爱人。07写在最后的话，夜深了。今晚说了这么多，其实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：你值得拥有不需要委屈自己才能维持的关系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最该对得起的人是你自己。不要等到心里的高压锅快要爆炸了，才想起要去关火。从明天开始，试着做一点点小的改变吧。试着在不想帮忙的时候，温和而坚定地摇摇头，哪怕只是对自己最亲近的人。试着在感到委屈的时候，说一句，其实那句话让我挺难过的。试着在想要拥抱的时候，张开双臂说，我需要你。试着在别人冒犯你的时候，严肃地说，请不要这样。刚开始可能会很难，心会跳得很快，手心会出汗，你会担心对方的反应。没关系，慢慢来。每一次真实的表达，都是在给你的灵魂松绑。
每一次建立边界，都是在为你的尊严加冕。当你终于可以卸下重重的铠甲，以真实的血肉之躯站在阳光下时，你会发现，原来做自己是这么轻松，这么自由。不要害怕风暴，不是所有风暴都是为了摧毁，有些是为了清理道路。愿你的道路清朗开阔，愿你终能被温柔以待，更能温柔待己。晚安。